我妈是个好人，也可以被称为圣母，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心，对兄弟姐妹穷苦人家慷慨解囊，把女儿的手术费送给他们。她无私奉献，敏感多愁，在路上看见乞丐都要流泪。高考后，舅舅上门要我捐一个肾给表弟，妈妈欣然同意。我不肯，他就给我喂安眠药，送到一个小医院摘了一颗肾。我死在了手术台，妈妈开心地拿走我的肾交给表弟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再一睁开眼，我竟然和妈妈坐在汉堡店里，手里还抓着咬了一口的汉堡。我掐了掐自己，确定这是现实。难道我挖走肾大出血死掉只是一场梦？那家小医院的麻醉师不怎么样。医生剖开我的肚子的时候，我清楚地感受到他下的每一个动作，回忆那样冰凉刺骨的疼痛，让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安安，你怎么了？妈妈疑惑地看着我。我回过神，心想，那应该只是一个梦，高考压力的后遗症。可下一秒，我的眼睛就瞪大了。隔壁桌一个男生侧过身和我们打招呼，和我的梦里一样。男生是妈妈的学生，也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。他小时候成绩不好，又调皮捣蛋，可妈妈依然包容他，关爱他，在他身上倾注很多心血，才把他的成绩拉上来。有一次，他给他补完课，下起了大雨。我刚做完值日，穿上雨衣准备离开，就碰上妈妈要送他回家。那是我那一周做的第3次值日。妈妈说我学习好，其他同学比我更需要时间来学习，所以我应该承担更多的值日。赵安，把你身上的雨衣给何同学，他家离学校远，要是淋一路雨回去，明天是会生病的。这么点雨，你自己跑跑就回家了。妈妈要求我把身上的雨衣脱给她。我抓着爸爸给我买的上面有绿色小猫的雨衣，有点不愿意。妈妈有点生气了。赵安，老师教过你多少次，要团结友爱同学。小孩子不能这么自私。在学校，为了展现他的公正，他从来不许我叫他妈妈。说完，他就直接上手把我身上的雨衣脱下，给何同学穿上。那天的雨好大，妈妈撑着伞护着何同学走在前面，我跟在他们屁股后面。看见他们上了我家司机的车，妈妈不许司机叔叔接我上下学，说要磨砺我的自立。李老师，直到毕业我才知道赵安同学是你女儿呢。你们瞒得可真紧啊。何同学开心地和妈妈聊天。哎呀，这种事情哪里会满学校说呢？你考到哪所学校了？省里的一个2本。赵安同学呢？蛮好的嘛。他呀，考了南大。
赵安同学可真厉害，我这个二本说出来都不好意思了。你是男孩子，选好专业都好就业的，她一个女孩子出来难，考上南大还不一定有人家读大专好呢。一模一样的对话，我抓紧了手里的可乐。原来那不是梦。你又发什么呆呀？妈妈推了我一下，我咧嘴露出一个笑，没什么。她从小就这样呆呆的，一点也不像你机灵。妈妈抿嘴笑道。又聊了一会儿，我们就回到家。很快，舅舅就要上门哭诉表弟生病了，需要做手术换肾，要求我去医院做肾匹配。我才18岁，要割掉一个肾给从小就欺负我的表弟，自然不愿意。妈妈哭着骂我心思狠毒，要表弟去死，强压着我去医院做肾匹配，又不一定配得上，事事都不愿意。前世我被妈妈骂得头发昏的去了，觉得我们不过是表亲，哪有那么凑巧就配上了？何况爸爸肯定不会同意妈妈干这事的。我抱着侥幸，却没想到竟然匹配上了。更没想到我不同意捐肾后，妈妈直接给我下了安眠药，把我弄到一个私人小医院割肾。想起那个手术室，我忍不住发抖。妈妈还在数落我，怪我不会做人，不和老同学多聊几句。别以为自己考了个好大学就可以骄傲给别人甩脸色看，说不定你以后还要给人家打工呢。妈妈的语气里藏着一丝幸灾乐祸，她这样贬低我，好像忘了支持她优渥生活的爸爸有一家公司，而我是唯一的继承人。我抬头看向客厅的时钟，分针指向2点35分。舅舅敲开了我家的大门。这一次，我还是会和他们去医院做肾匹配。舅舅神色憔悴，一见到我妈就开始哭。姐啊，你大侄子病了，医生说要做手术。什么？我妈十分震惊，又安慰舅舅，是不是缺钱了？要多少钱我这里有。说着，她塞给舅舅一张卡，那是爸爸为了奖励我考上南大给我的50万。可收下卡，舅舅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拿到钱高兴，他依旧哭丧着脸，姐，不是钱的事，你侄子的病要换肾，医生说也赶快找到匹配的肾源，不然可能就没救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妈妈捂着嘴，大眼睛里闪出泪花，伤心极了。舅舅拉住她，你先别哭，你和安安都和我去医院做个肾匹配。我和我老婆都没配上。妈妈愣了一下，很快又点头，对，杨洋生病了，安安这个做姐姐的哪能不管，她这就跟你去医院。又转头瞪我，听见你弟弟病了你也没反应，真是个没心肝的，也不知道我怎么会有你这种女儿，还不快跟上去医院。我弱弱的后退一步，妈妈，
如果匹配上了，我是不是就要把肾给他呀？我害怕。妈妈脸上染上怒意，你有2个肾，给一个给杨洋怎么了？你要看着他去死啊？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，我要你捐你就得捐。舅舅也跟说，连颗肾都不愿意。舅舅这么多年都是白疼你了，见我还是不吱声。妈妈使出杀手锏，你要还是这么固执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。从前她只要说这句话，我肯定伤心的不行，然后妥协。我哭了出来，妥协着地去了医院。妈妈满意了，这才对嘛。你要和妈妈一样做好人做好事，还能有好报。不然像你这么自私的人，是会有损阴德的。妈妈都是为你好。医生问，是哪位要做肾匹配？妈妈刚要指我，我赶在她前面指向她，是我妈妈要做。她这个人最有善心了，又是最疼爱我表弟的。一听说表弟要换肾，就赶紧来医院了。妈妈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妈妈看向我的眼神里包含冷意，却又不能在舅舅和医生面前否认自己不善良、不疼爱表弟。舅舅虽然不知道我们母女怎么商量的，变成了妈妈来捐肾，可对他来说，不管我们谁能表弟1颗肾，他都愿意。也点头，对对对。医生，你赶紧给我姐给安排上。妈妈脸上闪过不甘愿，眼珠一转，安安也一起做了吧。我有些失望，妈妈不过是做个肾匹配，你在这磨蹭什么呢？不会是不想给杨洋捐肾，想让我给你拖延时间吧？你不是一直都最善良了吗？难道都是假的？你不是我最钦佩的妈妈了吗？没想到我也会道德绑架她。向来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审判我的妈妈慌了，舅舅也向她投去质疑的目光。妈妈咬住红润的嘴唇，眼中泪光闪动，连连摇头。你这孩子胡说什么呢？妈妈怎么会不愿意？她的步伐很快，可我能从里面看出沉重。妈妈肯定在心里祈祷自己不要被匹配上。可是她的肾真的和表弟的很合适啊。前世我死后，妈妈把我的肾送去给舅舅，可是因为小医院的医生操作不规范，我的肾没用了。舅舅求着妈妈去做肾匹配，他咬牙去做了，结果让舅舅高兴，让妈妈流泪。医院的结果显示完全匹配上了，可惜还没看完，为了这颗肾，他们后续是否会撕破脸，我就重生了。亲爱的妈妈，原来我很爱她，即使一直以来她对我算不上好，但她嘴上说心里最爱的只有我这个亲生女儿，才对我要求高，做的所有事都是为我好，我就信了。直到她把我送上手术台，摘掉1颗肾让我活活流血而死，我才明白，她的心里一点我的位置都没有。一个人人都夸善良，甚至拿了省内好人荣誉的人，
谁能想到他对自己女儿这么残忍？我很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对我。匹配结果出来了，妈妈的肾符合捐给表弟的标准。我握住舅舅的手，欣喜若狂。太好了，舅舅！杨洋有救了。舅舅也很高兴，看见我这样也很感慨。安安，没想到你这么关心你弟弟。舅舅一直以为你不太喜欢他呢，看来是舅舅一直误会你了。废话，要捐的又不是我的肾，我当然高兴。表面上我依然装作姐弟情深，我就杨洋这么一个弟弟，我不关心他，关心谁呢？我们赶紧去看看妈妈吧。妈妈躺在病床上，红润的脸色一点白。她刚醒，我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。妈妈，你可以换肾给杨洋了。什么？她的脸更白了，惊叫出声。很快又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，又掩饰道：这是医生说的吗？我扬了扬手里的单子，对呀。舅舅感动地握住妈妈的手，姐，这次多亏你了，不然没有合适的肾源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医生说1个月后就能安排手术了。妈妈敷衍地露出一个笑容。阳光西移，阴影落在她的脸上，晦暗不明。我拖个把椅子坐在她床前，喋喋不休。杨洋表弟真是幸运啊，还好匹配上的不是舅舅舅妈的肾，不然他们有1个人都不能上班了。靠1个人养家多难啊！妈妈你就不一样了，学校现在都照顾老教师，等你休养回去排课也不会太多，甚至可以半病退养老。我也要去上大学了，不需要照顾，用你的肾再合适不过了。我瞥见妈妈的脸色越来越绿，她咬牙切齿：安安，你和舅舅回家去吧，让妈妈自己在这休息一会儿。我站起来，对，我先回去让保姆阿姨炖个汤，再给你们送来，补充营养才能养好身体，做肾移植。舅舅越感动了，好，安安你回去，我在这陪着你妈妈和洋洋。是陪着还是看着？也许舅舅已经察觉到了妈妈的不愿意，潜意识让他守着呢。关乎自己的切身利益，妈妈演的实在不如从前好。回到家，我开心地躺在床上滚了一会儿，手机铃声响起，我按下接听。安安，怎么回事？妈妈说你逼着她去捐肾。妈妈跟爸爸告状了。我握着手机，明明是妈妈要给洋洋弟弟捐肾的。一开始她还要拉着我一起去做肾匹配呢。后来她的匹配上了，我就没做了。我一个小孩怎么可能逼他一个大人去捐肾啊？他有多疼爱洋洋，你是知道的。我读高1那年的手术费，他都给洋洋去送礼交择校费了，把他看得跟命根子似的。他又是一个大善人，当然是他自己愿意的了。爸爸沉默了一下，问我：你妈要你去捐肾？
对呀，我骗你干嘛？妈妈她估计是害怕了跟你撒娇，才说我逼她的吧。我随口说道。反正我妈也不是第一次骗我爸，让他心疼了。这些年，爸爸对她若即若离，和他口中很爱很爱她的男人一点都不一样。安安，你不许跟着你妈胡闹，把自己的肾给别人知道不知道？等爸爸回来，爸爸叮嘱我。挂了电话，我又给舅舅打去电话。舅舅，你要看好妈妈和洋洋，现在他们来个不能出一点状况，一定要平平安安的等到手术。还有时间给我爸打电话，那说明舅舅看得还不够紧。舅舅再三跟我保证，绝对不会让他们出任何差错。我才放心的开始查给我摘肾的那家医院。如果不是有这种黑心医院，前世我根本不会那样惨死。前世我在被推进手术室前醒来，在医院的走廊上看见他的标识：仁怀医院。不查不知道，一查不得了。这家医院在某查显示缴纳社保人员只有3个，还有风险提示。点进去一看，果然是医疗纠纷诉讼。原告的父亲原本是小病，却在这家医院被诊断出各种疾病，被切了一部分内脏，连腿都被锯了，最后被折腾死了。尸体还被医院私自送去火化了。这医院里，从上到下，看来是没一个好人。不过，他们做的恶不止这些。安安，你妈不见了。我睡了一觉醒来就没看见她了。半夜，我被舅舅的一通电话惊醒。在舅舅到惊慌的声音外，我听见有人上楼的脚步声。我赶紧爬起来，把房门从里面反锁。舅舅，你快来我家。妈妈回家了，在找什么东西？你来把她带回去，别让她大半夜的乱跑。舅舅连声答应，说自己正在赶来的路上。房门的把手被人不停地拧动。我挂断电话，抽出了回来的路上去买的电棒。安安，妈妈的好女儿，快开门啊！你别以为躲在里面不出声，妈妈就不知道你在家。你有本事算计妈妈，你有本事开门呀！没听见动静，她又哭了起来。我真是命苦，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，结果养了你这么个没良心的。你忘了你小时候是谁给你换的尿不湿？忘了你做手术的时候是谁守着你？我一直以为是个好孩子，没想到你做得出逼我去捐肾这种事。早知道这样生你，还不如生块叉烧。都是生了你，你爸爸才不爱我的，他的心里就只有你这个女儿。你抢走了我的东西，你欠我的一辈子都还不清。他越说越恨，连哭声都停下来了，牙齿咬得咯咯响。我身上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咚咚咚，门被他撞得震动，我依旧没出声。脚步声
远去又回来，刀砍入木材的声音响起。他刚刚去厨房拿刀了，试图把门砍烂。我发信息问舅舅什么时候到，他回我2分钟。门已经被他砍出了痕迹。我耐心地等到舅舅到来。姐，你在干什么？舅舅终于出现。可能是从来没见过妈妈这样，他的声音颤抖。妈妈为自己辩解，安安把房门反锁了，我叫他都叫不醒。我怕他在里面出事了，想着用刀劈开这扇门呢。舅舅十分怀疑，是吗？妈妈有些受伤，你是我亲弟弟，难道你在怀疑我要伤害自己女儿？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听见刀被放下的声音，我打开房门，探出头，直接把电棒开到最大，对在妈妈的后腰。她浑身抽搐，翻白眼倒下去。舅舅看见我松了口气，安安，你不知道你妈拿刀的样子有多恐怖。我冲他安慰地笑了笑，妈妈可能是更年期到了，最近精神状态都不太稳定，等过段时间就好了。我们赶紧把她送回医院吧。舅舅点头。背起她要离开时，我家的别墅又进来一拨人，一群穿着白大褂的人。看见眼熟的面孔，是仁怀医院的医生。我在心里冷笑，重来一次，即使没有做肾匹配，妈妈也想要摘掉我一颗肾。舅舅看着那些人如临大敌，你们是谁？你们怎么进来的？那几个人面面相觑，搞不清楚现在是什么情况。我对那几个人说，你们是我妈叫来的医生吧？她是不是说要请你们做一个肾脏摘除的手术？他们迟疑地点头。我一拍手，那就没错了。现在赶紧把我妈送过去吧。舅舅拉住我，等等安安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告诉他，妈妈她看不得杨洋受苦，想要快点把肾换给他。那个医院不肯，他就找这家医院了。舅舅皱眉，这样能行吗？妈妈说能行。我也不太懂，要不问问医生吧。我冲领头的医生问，您说这样可行吗？那医生肯定的点头，可以的。我们这手术都做过多少回了？舅舅被妈妈惯得又蠢又恶毒，和聪明沾不上什么边。听医生这么说，他就放心了。而那群医生，眼见妈妈昏迷的做不了主，就直接把她拖走了。妈妈的摘肾手术做了3个小时，在手术室外，仿佛听见了几声惨叫。妈妈麻醉有问题的情况下，肚子被破开，很疼吧？求饶也不被放过，很绝望吧？我看着紧闭的手术门，在心里问，上辈子他也在手术里。我疼得哀嚎不停地哀求他放过我，可他只是冷冷地看着我疼死过去。以后他就算活着，也会被这场噩梦不停地惊醒，就像我一样。
医生出来抹了一把头上的汗。病人大出血，还好就回来了。我大出血就死，妈妈大出血就能活。我不知道他是幸运还是不幸运了。舅舅高兴极了，刚要问医生要肾，就被一声怒喝定在原地。别动！警察！收到群众举报，你们正在进行非法器官买卖。我们全都被警察带走。我还未成年。警察很快就通知了爸爸。我就是那个举报的热心群众。前世我死后，灵魂飘在半空中，看见他们把我的器官都摘除了。那个医生兴奋地说：“这次发达了，他们就是在做非法器官买卖。”我还没找上他们，他们就自己送上门。当然，录口供时，我也只会说是因为把妈妈推进手术室前，医生对舅舅说了句：“你姐对你真好。”这一颗肾可值钱了，才引起了我的怀疑。舅舅也可以作证。我告诉他们，妈妈是因为想要快点给表弟换肾，才找了这家医院私自摘肾。也许是见过的奇葩事太多。警察记录我的口供时，脸上波澜不惊。舅舅还在那边苦苦哀求：“警察同志，你们就让我把那颗肾去送给我儿子吗？我家就这么一根独苗，可翻耽误不起。自家人的肾，不叫买卖吧？”警察耐心地告诉他：“那颗肾是证物，暂时不能给他。而他也是非法买卖器官的嫌疑人。”舅舅欲哭无泪。很快，爸爸的律师就赶来了。我把一切都交给了他。等我们离开前往医院时，妈妈还在昏迷中。她昏迷期间，我联系仁怀医院那起医疗纠纷的苦主，把他父亲治疗的始末全部发在网上，再找到几家营销公司，把这件事推上热榜。妈妈醒来时，下意识就摸向自己的腰侧，那里面空荡荡的。她怀着最后一丝希冀：“安安，是你把妈妈送医院来了吗？我没事吧？”我悲痛万分：“不，妈妈，你有事。你联系的那家医院是家黑心医院啊，他割了你的肾，结果割坏了，杨洋根本用不了。这可怎么办？你只有一颗肾了，再给杨洋你会死的。”“不可能，怎么会割我的肾？我明明要他们把你接过去摘你的肾啊！是不是你害了我？”妈妈情绪激动，状若巅峰，想要扑上来抓我，把手上的点滴针都扯出来了，鲜血洒落在床单上。医生、护士，快来看看我妈！我跑出去大喊，留下律师按住他。失去一颗肾让他发疯，对我却说不过是一颗肾，给了就给了，真是双标。我一边走一边关注网络上的信息，一不小心撞到一个人。“你怎么在这呀？”我看了一眼，不想理他，继续往前走。他跟了上来，
跟你说话怎么不搭理人？都这么大了，还是不懂事，让礼仪不省心。他自然地开始教育我。我停了下来，你以为你谁呀？你有什么资格教我做事？我妈资助过你，你就把自己当我爹了？他一噎，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？难怪礼仪老说要好好教你。不知道他那么好的人怎么教出你这样的女儿？我嗤笑一声，用着我做手术的钱去上大学。对我这样说话，你以为自己是什么好东西？当年我做手术，我爸给的钱，我妈到手还没捂热，就把其中的10几万给了眼前这个男人。他因为家里妈妈又生病了，要放弃上大学出去打工。我妈听说了，哭得不行，直接给了他10几万，解了他燃眉之急，又把剩下的钱给舅舅，让他去打点关系。最后我只等来他愧疚地说：“安安，要不这个手术推迟，等妈妈筹到钱再做手术好不好？”他不许我告诉爸爸，怕被责怪。可我身上的肿瘤，再拖下去就极有可能要转为恶性了。我等不起。后来还是医生看不下去，联系了爸爸，赚了手术费。现在想起这些事，我只觉得可笑。这个被我妈后来持续资助的男人，后来经常来我家，和我妈母慈子孝。很多时候，我都觉得他才是我家的主人，动不动就替我妈教训我：“滚远点，看见你就恶心。”说完就要走。男人脸色气得阴沉，被我妈惯的。没想到我敢说他恶心。手扬起，今天我就要替礼仪好好教育你，免得你以后成为一个不孝的东西。手还未落下，我反手抓住，一把推开他，倒在地上。他恼怒地爬起来，还想上前，被旁边一位高壮的阿姨拉住：“你这人怎么回事？还想对一个小孩动手？”那人瞬间怂了。我向阿姨道谢。世界上还是好人多，但我妈不是。她是奇葩，还专门吸引和她同类的奇葩。因为甚的是，舅舅又求到我这里：“安安，你就去做肾匹配，捐一颗肾给你弟弟吧。”我抱歉摇头：“不行的。爸爸说了，自己的肾不能给别人，你还是等肾源吧。”说完，我退回保镖身后。舅舅根本抓不到我。从律师那听说，妈妈原本要摘我的肾后，爸爸就请了保镖在我身边，见劝不动我。舅舅又把在老家的外婆请来了。对于这位外婆，我只有普通亲戚的感情，逢年过节见一面。她却觉得我应该为她肝脑涂地付出一切。她在我面前哭诉她有多不容易把2个孩子拉扯大，所以我应该体谅她把肾给表弟。我只觉得好笑。外婆，你今年才60岁，没超过65岁，也可以去捐肾的。你不是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吗？
那怎么舍得我才10几岁就没有一颗肾呢？如果你的肾能匹配上，那最好不过了。你年纪大了，才是有一颗肾就够了吧？我把在网上看到的50岁父母为给孩子捐肝1个月暴瘦30斤的新闻给他看。这就是父母之爱的力量啊！外婆，我相信你这么爱洋洋，不会舍不得一颗肾吧？外婆支支吾吾，可是我年纪这么大了，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呢？怎么会呢？这些年你保养得这么好，看起来也就50出头呢。人家父母50岁捐肝也没事啊。你不是说了吗？少一颗肾又不是不能活。这次我们去正规医院，平平安安地做肾移植。说着，我就要带外婆去医院，她不愿意，急了，大骂我：“你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，和你那个妈一模一样。”我疑惑，我妈对外婆的孝心可以说是感天动地的，她怎么会骂她白眼狼呢？我问她：“不对呀，外婆，我妈这么孝敬你，怎么会是白眼狼呢？去年你生病，可是她在老家亲力亲为地伺候你几个月啊，她对你怎么白眼狼了？”外婆眼神闪躲，我说错了，说错了，你别放心上，说错了。这反应太奇怪了。我警告她：“外婆，你最好还是如实告诉我，不然有杨洋的手术费的那张卡，我马上冻结。舅舅舅妈的工作也是我爸安排的，房子是我爸买的，我也可以立马让他们失业，房子收回。没有钱，杨洋就只能等死了。”等死2个字刺激到他，他立马哭着求我。我说：“这所有的事都是你妈做下的，和我无关。我妈死了，我的亲生妈妈在我出生不久后就死了。她和我现在的妈是双胞胎，她被送养，到怀上我被外婆找上门。在养父母有了自己的孩子后，对她也没什么温情，所以外婆的出现，给予她的关心和温暖，成了甜蜜的陷阱。妈妈知道我爸英俊多金，又对我妈温柔体贴后，杀了他，取而代之。我哪知道他那么心狠呢？你妈也是白眼狼。我生了他，让他给他弟弟买套房都不肯。外婆把一切推到妈妈头上，她觉得只是一个为难的母亲，死了一个女儿，总要保住另一个。从前母女情深的2人，大难临头各自飞了。我不信她这么无辜。送养的女儿20几年不闻不问，到她嫁了一个有钱人就出现了，能安什么好心？这家人都在一套诡异的逻辑里自洽，觉得自己没有对不起任何人，理直气壮地向人索取。说完之后，外婆看我一眼：“你现在知道真相了，可要感激我大义灭亲。那50万不许抢杨洋的，那颗肾你不愿意捐，就得给我杨洋找一颗肾。”我回他：“
你在想屁吃？这么多年，你就没发现你老婆不是你老婆吗？我将这条信息发给爸爸，那边很快回复我：安安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把外婆的录音发给他。做这一切时，我冷静得可怕。我也不信这么多年他一点没有发现。不然为何对妈妈？哦不，小姨，是这么的冷落疏离。越长大，见到他的次数就越少。就连我做手术，他也只在术后回来见我一面。如果不是先得知我妈的死和他无关，我肯定会怀疑他是闹掰了的同谋。等了半个小时，那边终于回复新的信息。我马上回来。我报了警。18年前，他们也许能够蒙混过关，但是这一次他们在劫难逃。在得知老婆死了10几年的6个小时后，爸爸终于风尘仆仆地赶回家。他双眼通红，抱住我：安安，是我对不起你们母女。我推开他，他们就算是双胞胎，行为举止总是会有不同。为什么你没发现他不是他？爸爸满目荒芜，颓然地蹲下抓头。我不愿意相信他变了，更不敢相信那不是他。这些年，只要离得远远的，就好像一切都没变一样。对不起，懦夫。我冷瞥他一眼，别哭了，先把这件事处理完，让我妈真正的入土为安吧。被警察带走时，小姨一边大喊不是我，一边挣扎。在目光触及我爸时，眼睛一亮。文远，你快救救我！他们污蔑我杀了人，要把我带走。爸爸看他的目光冷得像霜，你杀了我这一生最爱的人，你该死。小姨强作镇定，文远，我就是你最爱的人啊！你在胡说什么？看着这一幕，我冷笑，你妈早就把你供出来了。他瞳孔地震，安静了下来。半晌，又抬头看向我爸，语气哀婉，这么多年陪在你身边的人一直是我，你对我就没一点真心吗？爸爸毫不拖泥带水，没有。得到否定答案的小姨彻底抓狂，你喜欢善良的人。这么多年我当好人做善事，哪里比不上那个死人？你心里只有他，有眼无珠。又指着我大骂，你个小畜生！当初我就应该掐死你，留你一条贱命，却不知感恩，把我丢到这个地步。爸爸伸手把我挡在身后，咬牙恶狠狠道：我爱他，所以才爱他的善良，而你有的只是伪善。如果不是有安安在，我会亲手杀了你。现在说这些狠话有什么用呢？我在心里摇头。嘿嘿，这位先生，请你不要在我们面前说这种话。警察出声提醒。爸爸收敛一些。小姨一审被判死刑，外婆和舅舅作为从犯，也被判刑。妈妈的尸体从山村小院里被挖出的那天，
爸爸抱着那具白骨痛哭，我的心隐隐作痛，却流不出眼泪。如果他早点直视那些不对劲，而不是逃避，妈妈不会成为一具无名尸体，埋在冰冷的地下10几年。如果人有灵魂，他看着爱人和杀害自己的凶手恩爱，心里会有多恨呢？不管他再怎么说对不起，我都无法接受。上大学后，我和爸爸都默契地没有回过那个家。被我举报后，在巨大的舆情和警方全力追查下，仁怀医院被顺藤摸瓜，查到了他们参与黑市器官买卖的交易。一个巨大的利益团伙被揪出。小姨被枪决的那天，我鬼使神差地回了家。我收拾了一些东西，准备带走。取柜子里的一本书时，不小心碰到一个东西。吱呀！我用手探了一下，里面是一个暗格，里面放着一封信。打开一看，上面写着几行字：妈妈的宝贝安安，看见这封信时，你已经长大了吧？今天你出生了。医生把你抱到我眼前时，妈妈觉得好幸福。我想，必须把这份幸福分享给你。这是一封被尘封了20载的信，就这样机缘巧合地到了收信人手中。我看着手中的信，仿佛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一般，瘫坐在地。离开时，又遇到一个不速之客，被小姨资助的男人堵在门口。赵安，再怎么样，李姨也把你养大了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告了他，让他去死啊？你这样不孝的人，连畜生都不如，你会下地狱的。他一脸痛苦，愤怒地诅咒我。你等着，我要把你这种畜生发在网上，去学校告诉你的同学，让他们知道你的恶行。全世界都会容不下去你。我都差点忘了他，他却要上门来找晦气。我扇了他一巴掌，他一愣，转而愤怒地想打回来，被保镖拦住。你从那个女人那拿的钱，我都会以非法转移他人财产的罪名起诉你。这些年他给了你多少钱？你都准备好还回来吧。没有钱就等着坐牢吧。还有，我会传播一下你疑似18岁就做了那个女人的情人，这么多年才得了那么多好处。人们对这事新闻最感兴趣了，很快你就会成为名人了。你敢？他愤怒地跳起来。我冷笑，无理的威胁就别说出口。你等着吧。他这才慌了，向我道歉。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该来惹你，请你原谅我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了。我懒得看他一眼，坐上车离开。这个城市我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我会远离这些围绕在小姨身边的奇葩，带着妈妈给我的祝福，幸福地过完这一生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
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